你可能知道台湾的便利超商数量世界第一，但你知道台湾的庙宇数量超过便利超商吗？根据内政部2024年的统计，台湾有超过12000座的庙宇散布在全台各地。而近几年来，台湾更是许多身心灵工作者与修行者朝圣的灵性之岛。在上集节目中，我们谈到台湾的土地孕育着惊人的高频能量。台湾在上万年前就孕育出先进的古代文明跟金字塔的遗迹。今天我们要带你前往位于北台湾的灵鷲山佛寺。据说灵鷲山的某个圣殿的频率是全台湾的前3高。同时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我们要去探勘原始的福茂古道。我们要去寻找疑似史前文明遗留下来的遗迹。在这过程中，我和同行的老师们还意外地发现了沿途许多的能量漩涡点。第一次见面的朋友，你好，我是 Frank。我的频道是专门分享被这个世界遗忘的真实历史跟文明，还有扬升大师的灵性教导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你点赞、收藏并订阅我的频道。让我们开始吧 ，Go！Hello， 大家，现在在我身后的是立阳宫。那我们今天很开心，一样跟兜弟老师。嗨，我们今天要出发去探寻太阳帝国的一个古文明，它就是在福茂古道。待会立阳宫往前走呢，在最上面呢，还有传说台湾频率前3高的灵鷲山。所以今天这集也非常精彩，请跟着 Frank 的脚步 ，Let's go！ 在每次出团都跟这些当地的灵性村友祈求出入平安。很神奇的，就在我们刚出发的时候，天空突然飞来3只老鹰，我们非常的惊喜。而且老鹰也是我的力量动物，我感觉这象征着这边的高龄灵性村友已经在欢迎我们前来拜访。生在台湾这片土地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。曾经出国居住，然后回台湾之后，才发现很多的文化底蕴，其实我们台湾这边就非常的丰富。放羊路的登山口，它就在路边哈。哦。走这里，走这里。好了，有路了。天哪！兜弟老师在我们即将爬的这个区域呢，将这个空间奉献给天使高灵们，请他们来协助我们守护这个空间。OK。这边是福茂古道的最前面那一段，前面一开始都是杂草，因为太久了没有人走，所以大家正式来的时候一定要像我一样手套跟外套，因为都是很刺的植物。拿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边的石头呢，基本上都不是人工步道，所以切记就这是探勘路线了，这已经探勘的，一定要带有探勘经验的向导了。以前的不知道是原住民还是以前在土岛以前的堆起来的石头，你会看到这个石头。它的堆叠形状当然因为很多地震的关系，但它还是非常的工整。哇，这整区都是哎，所以目前到这个地方，它都有保留人为的这个建筑，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凯达格兰族所居住的地方。路是这里还是这里？路是这一条，然后这边有个洞穴，对，这些洞穴。但你看到这洞穴，其实它里面很深。那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装备，那我们就先在这边看着就好了。今天带了2位护法神。陪着我爬，有他们2个在，我非常的安心。你看到这路径，就知道这个路还有很多的杂草，甚至根本就过不去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，哇哦，呼呼，吓死我了，吓死，真的吓死！一个大蜘蛛，很大一只，你们过来看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其实是一个阶梯，一个阶梯，一个阶梯。它下面应该有会不会一层一层土石泥沙的堆积？哎，好平哦！看又一层，又一层哎。我们走了大概快10分钟之后，这边是一个山泉水绿池，那这个是红砖瓦，所以这应该是汉人以后的那个时期建造。看到这东西不知道怎么特别安心，是人造的。哇，已经在布了。对啊，布施。我们大概走了大概20分钟之后，我们就来到所谓的讲堂，也就是当时的古文明太阳帝国的人，他们在这边。他们有一个部落，这个讲堂它是个3层的石头结构。台湾其实有很多史前的遗迹，甚至在上万年前的原住民，他们就已经在这边打造了一个非常先进的太阳帝国。大家可以来到这边的时候，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。如果政府单位的人有看到这个影片，也可以让更多的考古学家研查这个地方，让这个地方可以得以保存。我看到它的图像是类似渔民的祭祀。东西在对，你这样讲，我觉得更合理，就是因为这土已经埋得很高了嘛，所以它其实更深。那时候人类的意识是跟无形界的
沟通的意识，跟自然界啊，跟自然界语言还非常的原始。是。那他们心电感应跟这个灵界的感应，跟自然界的感应，比如说祖灵啊，或者是自然灵，都会有一个象征之物的寄托，然后都会在这里。然后，所以这是以前他们的祭祀，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庙，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信仰的地方，就是身份太蛮高的才祭司或者是主部落长啊。接下来，我的朋友持续的分享他看到的画面。他特别描述到，以前的人其实他跟灵界、跟看不见的世界的连接是非常深的。这让我不禁想到，我们人类的意识是不是曾经能够跟无形界的沟通，只是我们慢慢的遗忘了这个能力。那透过这些遗迹，不要忘记，其实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浩瀚，还要巨大。只要你愿意，你都可以随时回到那个场景，去跟他们连接。在接下来的10分钟，我们迷路在草丛里。我们不断的在寻找方向，那每个人都在找路，到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看似可以走的路之后，终于走出了这个像迷宫一般的丛林。你看哦，你走近它又不动哦，这个东西很奇怪，就这样。没有，不太动，没有离开它动，没有。哇！刚刚我们在里面小迷路了5分钟，过了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祭坛之后，路不是很好找，好险有离线地图。我希望在这影片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台湾。台湾除了我们一般知道的登山路线之外，其实有很多就在开车可能1个小时之内你就可以到。那它这个是拥有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，甚至上万年都有。也希望文化保存的方式设立标志，让我们好好的保护这块土地上面所有的文化资产。手套拿起来，去感受，有没有？这里有一股能量。有啊，有一层，有一层。那它是什么？一个在修行的存有吗？还是它是一个漩涡点？很像漩涡啊，一个漩涡吧。所以你看，那边树植物都会不自主的在旋转。树，你看看，这个在那个圣多纳雪士达山就很明显。这边有一个能量漩涡。啊。这个能量点。那现在下一站呢是你们要去灵鹫山。那灵鹫山我们会在那边寻找传说中的人面石雕像，它就在山壁上。希望今天可以看到。Let's go！ 一路上都看到山羌，而且他们都不怕人，超级可爱的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在福毛古道的半路上，我们沿途都看到很多这个石堆的阵列。那我们有几个想法，就是说这可能是古时候，第一个有可能是居住的房子。那因为每1万年的土壤日积月累积成了，让我们把这房子淹埋过去。第二个就是有可能是以前这个古代清朝那个时候在做贸易的时候，他们需要放杂货、放货物的地方，所以他们需要建这种平台，他们需要用石头的方式把这个平台建立出来。我们走了快4个小时，然后就边走边拍。现在下午快1点，从早上9点开始走。那我们现在到了灵鹫山，准备要走一般道路，我们离开山路的部分了。那首求佛要怎么唱？我们的同伴他们今天跟着我走这个探勘的路线，真的是把他们逼到极限，但也证明了大家其实是有这个潜能可以继续走。就像是我们的人生，当我们看到一个没办法完成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要动，你的能量就会动；你要静止，你的能量也会停止。所以需要能量的时候，你就要把它动起来。结果话才刚说完，似乎老鹰听到了我们的到来，在天空上盘旋，欢迎着我们。他们的家族庞大，我们也看到了这些热情老鹰，似乎在回应我们完成了一个壮举。他们在灵鹫山等待我们。去楼下来看，这个，我们也可以回下了。这个叫做灵鹫山的总部啊，宗教事件这么
太一样。你说这灵鹫它是藏传佛教加有汉传跟藏传，看到蛮多元的宗教都包容在这。宗教的圣地，常说在北台湾唯一一座。这边很特别，因为其实我们来北海岸、福隆、贡寮这一带，比较少能接触到，就是这么神圣，这已经算圣地了。圣地。所以如果有来台湾，如果你本身对佛教是有一定程度的虔诚，你可以来灵鹫山，它这边都有接驳车，从山下接驳到山上。福门圣地，福门圣地，净装仪容啊，我们都要整理一下。所以大家就是喧哗，对，也不能飞空拍。刚刚有被告知，所以马上就把照片删除。四大天王像吗？还是进去就知道了。因为我们有看过网络上有人来这边测频率，这边是台湾前3高的地方，第3名在这个是一面观音，你要去，这里有能量，这个。OK， 这就是灵鹫山最著名的天眼门，代表着空性之门，象征着佛教中智慧的觉者能够达到空性的境界。你也可以看到这当中还有其他的图文。看似有不同的元素混合在这个天眼门中，让我感到非常的惊喜。你们有看到天空有一只云龙在天上跟我们打招呼吗？都会坐落在这个整个山盘踞，就是错落着，它不是一个定点或是传统，就是单一个寺庙，然后这个主体建筑，然后大家通过去这边没有，它是依照这个山体，然后。这些因地制宜的，这些佛塔啦都在坐落的，所以它是有高有低，所以在某个角度你去看会觉得非常有层次，而且它好像有特别的排列过，看到这个，所以这是佛陀给予我们的法嘛，12因缘图。情它有因果转，然后有情事转，然后这是爱灭爱脱出往生。哇，这个真的是佛法真的很深奥。这是著名的多罗观音，有12公尺高，这真的是我看过最特别的观音像，在台湾。它的黑脸代表除垢无障，不知道大家看完这尊观音有什么感受呢？留言让我知道。偷偷跟你们讲，如果你们来灵鹫山，在多罗观音后面有一个隐藏版的金轮可以体验哟。Frank 第一次来灵鹫山，我就感觉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能量场。可能是3面环海，这个佛寺多了一份安定宁静，还有与世隔绝。我很喜欢灵鹫山的这份宁静。我虽然本身不是佛教徒，但我总是很喜欢走进佛寺。我喜欢看这些平静的佛像，这些佛像总让我想起每个人内在都有一份佛性。我相信每个人天生都是一尊尊贵的佛。我常常在想，也许最大的功德不一定是帮助了谁，而是把自己那份本自具足的爱，由内而外的活出来，这样我们就是行走的活菩萨，在人间了吧？你们说是吧？我们终于来到了传说中台湾频率前3高的财宝宫殿，就在灵鹫山中。里面不能摄影，所以我就用官方照片代替。在财宝宫殿的2楼，据说那尊莲花生大师的频率非常高。Frank 当天在进去之后，我真的能感觉到完全没有那种恐惧害怕的情绪，那是一种非常殊胜的平静。所以我跟 Dodi 2个人就在里面待了将近20分钟，去感受那种高频的能量场。我们刚刚在财神殿2楼那边，全台湾最高的前3名，就是在楼上莲花生大师。那我们一上去之后，我的感受是，你脑袋瞬间会空掉，因为它频率高到就是你人类小我那个振动频率，它已经被消融掉。很明显就是我一上去，跟我现在在这边的空间的能量是不太一样的。我觉得它很庄严，有一种感动的感觉。他刚上面播那个，他在念那个什么经咒的时候，我会很想哭，我会感觉到那个爱的那个能量，因为频率很高嘛，有一种在为众生唱歌祈福的那种祝福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来灵鹫山，这边是财神殿2楼，蛮推荐大家可以上去感受一下。那当然就是在那边可以连接的有莲师，然后还有财神、黄财神、财宝天王、财宝天王，是不是？对，但就是刚刚在上面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出神，有被充电的感觉。那个能量又跟我们之前去金字塔能量是不太一样。金字塔能量它给予我们有点像是大地母亲的能量，那这边的话
它有点像是透过莲师给予你那个宇宙内在的力量，很难用言语形容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灵鹫山其实是三圣佛教，三圣的话就是说就是大圣就是显教，那大圣小圣就是南传佛教，还有密圣就是藏传佛教。对，3个都包含。对，师父他是缅甸人，他缅甸出生，有南传的背景。我们刚刚在总堂看到舍利子，然后那个舍利子是从印度运到台湾，然后我们在那边有稍微静心冥想，那个真的很殊胜，那个能量直接是饱满的，一直在滋养我，然后我整个身体都在膨胀。当下就觉得很有这个缘分，就是感觉佛陀满满的爱，让我觉得今天这一趟灵鹫山，现在画下一个很完美的句点。这些佛陀大师们互动，我就觉得很殊胜，然后还带着满满的尊重跟祝福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，还可以来。就这样，拜拜。从灵鹫山总坛走出来，我在外面看着海。虽然这次没有找到人面雕像的遗迹，但其实这些古老文明早就透过台湾这片土地的山与海，诉说着曾经的辉煌。而台湾这座灵性之岛，正在向世界打开更多的邀请，去学习这块土地上的包容与文化。谢谢你的收看，请你帮忙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一起支持 Frank 灵性之岛户外特辑。留言我爱台湾这座灵性之岛，一起给予台湾正能量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